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？是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，还是300万平方公里的澎湃？是四季轮转的天地，还是冰与火演奏的乐章？像鸟儿一样，离开地面，冲上云霄，结果超乎你的想象，前往平时无法到达的地方，看见专属于高空的奇观。俯瞰这片朝夕相处的大地，再熟悉的景象，也变了一副模样。从身边的世界，到远方的家园，从自然地理到人文历史，50分钟的空中旅程，前所未有的极致体验。从现在开始，和我们一起天际遨游。黑龙江省位于中国版图的最北端，大小兴安岭携手创造了一片森林的海洋。黑龙江和众多支流一起，冲击出了2大平原，成为中国最大的粮仓。我们的旅程从中国最北端出发，感受北境雪国气质，俯瞰大地的雾凇奇观，追赶滑雪者的速度，体验极致的冬日挑战。前往哈尔滨，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。最后，来到雪的故乡，享受别样的玩雪乐趣。如果说冬天也有故乡，那么他回家的路一定会向北来到黑龙江。这是位于中国最北区域的一个村庄。虽然人们称呼它为北极村，但实际上它距离北极圈还有1500公里。拥有这个名字，或许是因为它契合了人们对北极的印象。这片区域是中国最寒冷的地方之一，曾创下零下52.3摄氏度的中国最低气温纪录。随着季节更迭，漠河昼夜长短的变化尤其明显。冬季，漫长的黑夜助长了严寒的威力。到了夏季，最长的白昼达到17个小时，阳光变得格外慷慨，大地展露出勃勃生机。冷峻严酷的冰雪之下，是一片温暖的土地。这就是黑龙江。库尔滨也有着截然不同的两面。很多时候，它素面朝天，但如果来得恰逢其时，人们将被它的美貌所惊艳。冬季，库尔滨水电站排出热水，周围的河流常年不动。大量聚集在空中的水蒸气正等待一场华丽的蜕变。夜晚，气温骤降，
湿润的空气拂过大地，它们遇冷形成冰凌，聚集在树枝表面，形成雾凇奇观。冰花的美往往稍纵即逝，可在库尔滨，它却拥有4个月的漫长花期。严寒凝固水汽，形成了不同形态的水，它们塑造了黑龙江的极北气质。仿佛一颗冰冻的星球被按下了暂停键，但人类总有办法让它重启。滑雪是人们热衷的冬日游戏。下午是个不错的滑雪时间。经过一上午阳光照射，积雪微微发黏，这有利于增大摩擦力，让初学者更容易控制滑雪板。专业运动员滑雪的速度可以轻松地突破每小时70公里，世界纪录则超过了每小时250公里。不依靠其他动力装置，这是人类在陆地上可以达到的最快速度。生活在冰天雪地，有人在追赶风的速度，有人想拥抱水的温度。人们以10摄氏度气温为标准定义冬泳，可到了黑龙江，等温度降至零下20-30摄氏度，才是跃入泳池的好时候。极寒的天气甚至让泳池都挨不住冻。如果没有人在里面游泳，水面很快就会重新结冰。严酷的气候不仅激励人们挑战自我，还引发了关于美的创造。风冻后的松花江被切割成固定大小的方块。接下来，人工的力量开始登场。采冰工人用冰湍撞击冰槽，直至冰块和冰面彻底分离。每块冰都重达500公斤以上。要将它拖上岸，需要数人帮忙。离开江面的冰块将被运往不远处的施工现场。即便是冬天，制造一个冰雪世界仍需要造雪机的帮忙。大型机械负责确保效率，能工巧匠擅长将冰块打磨成不同模样。1万多名工人要在1个月内将这片区域变成冰雪派对的现场。1999年，为了迎接千禧年，哈尔滨第一次搭建了冰雪大世界，受到了超乎想象的欢迎。此后，它成为哈尔滨1年1度的冬日盛典。
要保持见面的新鲜感，每一年都要推出新主题。2016年，哈尔滨迎来了第18届冰雪大世界。18座冰峰，如同庆贺生日的蜡烛，为他唱响祝福。2017年，央视春晚的分会场也设在了这里，它为哈尔滨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目光。这里的人们天生就擅长和雪打交道，他们以冰为砖，以雪为墙，创造了一个童话世界里的冰雪王国。作为老朋友，大雪有时还会带来出人意料的机遇与惊喜。飞往黑龙江省的南部，我们来到雪乡。这是中国下雪最多的地方，一年中积雪天数长达200多天，积雪最深时超过2米。雪乡的冬天，推土机最受欢迎。夜里突降大雪，第二天一早房门常常打不开，这个时候推土机就派上了用场。狍子受到游客追捧，狗算是技术过硬的司机，驯鹿是这里的明星，它们的出现总能引起人们的好奇。这里原本是双峰林场的职工宿舍，因为拥有得天独厚的降雪，它成了炙手可热的旅游景区。宿舍变成家庭旅馆，伐木工人当上了老板。原本悠闲的冬季，反而成了他们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。再寒冷的地方，快乐也不会缺席。竞技的渴望驱动冰层上的激烈碰撞。龙舟不仅遨游于水上，只要前行的意念足够强，冰面也可以成为赛场。轮胎和拖拉机的配合，创造新的惊喜。低温凝固住了水面，也拉近了人与湖泊的距离。载人气垫船最受欢迎。冬天的工作只是他的兼职，冰雪化了，它将变身为水上快艇。春天一到，冰雪融化，大地开始更换它的主题皮肤，召唤即将醒来的生命。抓紧时间生长，趁年华尚在，趁阳光正好。这趟旅程，我们将重温远古的自然力量，揭开镜泊湖的秘密，在大地的另一端，拜访一个庞大的火山家族。最后，
来到恐龙的世界，想象它们可能的模样。镜泊湖是中国最大的高山熔岩堰塞湖，与它齐名的是瑞士的日内瓦湖。奔腾的水流陶醉于自己的壮观，全然没有察觉四季已悄然变换。水流和崖壁凝为一体，形成了冰瀑奇观。悬崖之下是60米深的黑龙潭，每天完成1次跳水，这位60岁的老者已经坚持了30年。这是勇敢者的游戏，但不必太过担心。深水之下，有着你意想不到的温暖。这里的冬季气温低于零下20摄氏度，水底的温度却常年保持在10摄氏度以上，而且越往下水温越高，因为那里有不断涌出的地下温泉。带来地下温泉的正是这片火山群。黑龙江省是中国火山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，北面50公里之外，还有一座天然火山博物馆。这是中国最年轻的火山之一。它上一次喷发的时间距今不过200多年。一位清朝的戍边将军目睹了这个场景，并记载下来，上奏给当时的康熙皇帝。这成为中国为数不多有史记载的火山喷发。当时喷发的熔岩向4方蔓延，它们中的一部分冷却凝固之后停留在这里，更多的熔岩顺着地势前进，阻塞了白河河道，最终形成了5个串珠状的湖泊。这就是5大连池的由来。5大连池附近一共有14座火山，它们的外形各不相同。在药泉山火山口，人们建起了一座寺庙，从此阵阵梵音取代了大地的咆哮。南格拉球山被当作是5大连池的形象代表，不仅因为它是14座火山中最古老的一座，更在于它的山顶有一个天然形成的湖泊。历经100万年的时间，火山口形成了厚厚的腐殖土层，土壤孕育了植物，而植物阻止了雨水向外渗透，湖泊逐渐形成。火山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幽深眼眸。人类对恐龙的探索从未停止。在这片恐龙的墓葬群中，
我们也许还能挖出数百具恐龙化石。它们生活在6500万年前，当时这里的气温比现在高出10°C以上，气候更接近于今天的亚热带地区。在人们的想象中，恐龙的身体表面类似于大象和犀牛的皮肤。真的是这样吗？2010年，科学家在恐龙化石中发现了一种色素颗粒，与鸟类羽毛中的色素相同。人们推理，有些恐龙可能和鸟类一样，拥有彩色的外表。也许在不远的将来，这些恐龙塑像会被重新上色，并安插上斑斓的羽毛。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？是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，还是300万平方公里的澎湃？是四季轮转的天地，还是冰与火演奏的乐章？像鸟儿一样，离开地面，冲上云霄，结果超乎你的想象。从身边的世界到远方的家园，从自然地理到人文历史，50分钟的空中旅程，从现在开始，和我们一起天际遨游。加入我们这一趟森林之旅，飞越大兴安岭，倾听绿色生命更迭的故事。秋日里邂逅小兴安岭斑斓的五色林海，亲近可爱的森林精灵，最后和森林之王来一场追逐游戏。飞行在大兴安岭的上空，才能直观地感受它有多么辽阔。7.3万平方公里的森林海洋，相当于黑龙江省面积的1/6。曾经，大自然花了亿万年的时间，塑造了一片原始森林。然而，砍伐和火灾使它遭到极大的破坏。现在我们看到的，大多是新中国成立后陆续栽种的再生林。这座城市幸运地保留了一片原始森林。他们是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中的幸存者。那场大火烧毁了大兴安岭的1/10，5万多军民用了28天才把大火扑灭。为了反思火灾，人们在森林旁修建了这座纪念馆。往东南飞行，进入小兴安岭，这里被誉为红松的故乡。松鼠喜欢将松子藏在不同地方，但它们记性不太好，常常不记得自己把松子藏在了哪里。被遗忘的松子在春天破土而出，这正好帮助红松不断扩展地盘。除了红松，
小兴安岭还分布着众多品种不一的树木。秋天赋予它们斑斓的色彩。在过去，这片森林更多意味着资源。当时穿越小兴安岭的火车一心一意往外运送木材和煤炭。如今，这条铁路成为游览森林的最佳路线。在生态文明的进程中，大自然的美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。从空中俯瞰森林，很难发现动物的身影。我们只能前往一些人工圈养地，寻觅它们的踪迹。在小兴安岭的南坡，生活着一群梅花鹿。梅花鹿身上的花纹是它们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保护色。夏天，这些梅花状的斑点好像阳光透过树叶后形成的光斑。在树林中，梅花鹿只要静止不动，就不容易被发现。大森林命运的起伏，直接关系着生长在其中的动物们。这座虎林园中栖息着500多只东北虎。从出生起，它们就生活在人类建立的保护区。它们的祖辈是8只纯正的野生东北虎。在中国，野生东北虎一度濒临灭绝。为了保护东北虎，人们建立起繁育驯养基地。在人工圈养的同时，东北虎的野化训练仍在进行。人类希望唤醒它们的野性。看起来颇有成效，这群老虎逐渐在恢复森林之王的风采。飞行器这个闯入领地的不明物体，或许是个不错的假想敌。但要追上它的速度，老虎还需要多加努力。即将和这群东北虎告别，和他们分享一个好消息：如今森林生态正在恢复，或许在不久的未来，我们将在森林迎来与它们重逢的契机。这趟旅程，我们将拥抱肥沃的黑土地。它拥有的平原创造农业奇迹，它哺育的湖泊动静相宜。往西飞行，加入东捕者的行列，赶赴一场和丹顶鹤的空中约会。不远处，一座石油城市正散发着迷人的湿地风情。说到三江口，人们经常误以为这里是3条江交汇的地方。事实上，只有黑龙江和松花江2江在此交汇。汇合之后的双色江被当作第3条江，这才是三江口名字的来由。大
大量腐殖质让黑龙江呈现出青墨色，裹挟着泥沙的松花江则是黄色。由于它们密度不同，二者的相融过程要持续很长的时间，直到10几公里之外，它们才握手言和。往东飞行，来到黑龙江省最大的平原。它由黑龙江、松花江和乌苏里江冲积而成。很长一段时间，这里都被叫做北大荒。上世纪50年代，数十万人加入开垦北大荒的洪流。北大荒变身为北大仓，黑土地功不可没。当地流传一句话：捏把黑土冒油花，插双筷子也发芽。北大仓的粮食年产量超过300亿公斤，可以让1亿人吃上1整年。曾经，生存的渴望激发了人们对土地的改造。今天，为了保护生态，北大仓的开发已陆续停止。因垦荒而消失的湿地，正在逐步恢复生机。三江平原的南面是黑龙江省最大的淡水湖，一道天然的堤坝将湖泊分成了性格迥异的大小新凯湖。从太平洋吹来的风，让大兴凯湖时常波涛汹涌，像大海一样蔚为壮观。风继续吹向小兴凯湖，却被湖缸上的植被阻挡，因此小兴凯湖始终风平浪静。我们继续向西飞行，气温下降，流水成冰，一场东捕行动正在酝酿。湖面一望无际，想定位鱼群并不容易，这考验着捕鱼者的判断力。打冰眼，确定下网的位置是东捕的关键。早晨6点是下网的最佳时机。1500米的渔网缓缓沉入水底。5、6个小时的漫长等待后，收网的时刻终于到来。第一只鱼出现了。头鱼象征着吉利，往往能卖出高价。今天的运气不错，捕获的鱼儿将近10万公斤。运送它们甚至动用了推土机。东捕让沉寂的湖泊变成了欢乐沸腾的收获之地。
这是一座建在油田上的城市，6000多平方公里的油田里分布着5万台磕头机。丰饶与奉献是这片土地的最佳注脚。半个世纪前，大庆油田的发现让中国甩掉了贫油的帽子，它创造了连续27年高产的奇迹。石油是大庆的名片，但这个城市不止一面。大庆60%的面积被湿地覆盖，百湖之城是它的美誉。在飞行途中，常常有大片的湿地进入我们的视野。也许你想象不到，它们占据了黑龙江省面积的1/10。扎龙湿地是丹顶鹤的故乡。野生丹顶鹤全球仅有2400多只，其中的300多只生活在扎龙。成年丹顶鹤展开翅膀能达到2米多，但体重只有10公斤左右。轻盈的身形使丹顶鹤的飞行高度可以超过5400米。湿地不乏迷人的风情，也盛产生命的奇迹。黑龙江省拥有中国1/5的湿地，这些绿色宝藏构成了它丰实的家底，也改变着人们对于黑龙江的印象。这趟旅程，我们将跟随黑龙江探访边境风光，前往一座与俄罗斯隔江相望的城市，顺流而下，加入一场火热的冰上马拉松。黑龙江是一条国际河流，它流经中国、俄罗斯、蒙古，全长4370公里。黑龙江拥有200多条支流，这些河流紧密配合，冲击出了肥沃的黑土，也塑造了黑龙江省的底色。冰封的江面上，一场速度与力量的角逐正在上演。参赛队员来自2个不同国家，中国与俄罗斯。冰球比赛的场地设在黑龙江上，这是中俄2国的界江。今天，这里的人们通过体育交流拉近彼此的距离。冰球场所在的黑河市是中俄互市的重要口岸。跨国生意，黑河人已经做了快200年。地缘优势决定这座城市和俄罗斯的特殊关系。在它的对岸，是俄罗斯远东第3大城市布拉戈维申斯克市。
两座城市相隔不到1000米，它们被称为中俄双子城。沿着黑龙江前进，我们与一群马拉松爱好者不期而遇。将全程赛道设在冰封的江面上，是这场马拉松的亮点。待大地回春，冰雪融化，这条赛道将化为滔滔江水，奔向海洋。这趟旅程连接着黑龙江省的昨日与今天，探访一座沉睡的机车库，沿着铁路的轨迹抵达这片辽阔大地的心脏，听它诉说过往的荣光与未来的梦想。威虎山原本是一处无名高地，一部临海雪原让它家喻户晓。据说小说里杨子荣剿匪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里。1967年，此地发现了土匪座山雕的巢穴遗址，这更加证实了人们的猜想。距离威虎山不远的影视城，是为了拍摄电视剧《临海雪原》而建造的。在这里，历史仿佛被按下重播键，智取威虎山的经典故事被一遍遍演绎。威虎山脚下坐落着一个百年小镇，小镇的历史从这200多座俄式建筑开始。19世纪末，俄国在中国境内修建中东铁路，横道河子成为铁路施工的指挥中心。大批的俄国工程技术人员来到这里生活。这个扇面建筑曾是存放机车的库房。通过转盘，机车可以轻易地调转车头方向。随着蒸汽机被内燃机取代，机车库在20多年前已经停止使用。蒸汽时代在这里定格，但小镇与世界的联系并未中断。如今，横道河子依然是牡丹江通往哈尔滨的必经之路。松花江是黑龙江在中国境内的最大支流。哈尔滨就依傍在它的身旁。松花江特大桥的3个白色大拱特别显眼。2014年，这座新桥建成通车，与它相隔几十米的100年老桥正式退休。这座老桥几乎与哈尔滨同龄，它是1901年由俄国人建成的。100多年来，
它始终是中东铁路重要的组成部分。当时，地理位置优越的哈尔滨被选为这条铁路的中心。哈尔滨马拉松赛事在秋天拉开帷幕。从老城出发，穿过松花江，前往新城。3万多人正在穿越这座城市的昨天。100多年前，中东铁路率先连接了哈尔滨与世界。铁路带来了货物，也带来了移民。最多的时候，这座城市曾云集19个国家的领事馆。20世纪30年代，这里是亚洲第2大国际都市，被誉为“东方莫斯科”。100多年前，这里是松花江畔的一个临时码头，货船就停靠在今天的防洪纪念塔附近。卸下船的物资，通过人力车和马车运往工地。久而久之，原本的荒草甸子给趟出一条道路，这就是中央大街的雏形。后来，涌入哈尔滨的外国移民买下了沿街的土地，这里逐渐变成一条洋味儿十足的商业街。随着外国移民越来越多，各式教堂陆续在哈尔滨建起。这座城市留下了俄罗斯文化的印记，新的生活方式也被带到了这里。俄国人对于啤酒的巨大需求，催生了中国第1座啤酒厂。原本没有饮用啤酒习惯的哈尔滨人，现在人均每年消费啤酒超过100瓶。东西方文化的奇特交融，隐藏在这个叫老道外的区域。在那个洋人聚集、商贸盛行的年代，中国商人也学着将店铺临街的一面建成西式模样，而后宅则保留中式风格。这是中国人习惯的生活布局。100多年来，肥沃的黑土地曾涌现出许多时代契机。直到今天，人们仍然相信这片土地蕴藏的潜力。在哈尔滨脚下，是一条生机勃勃的东北亚经济走廊。这座城市涌动着奋进的渴望，也寄托着一个国家对合作共赢的向往。